准儿媳带着婆婆出门逛街，看见婆婆对一件衣服很满意，就说要买给她当见面礼。婆婆非常高兴，却没想到儿媳要付钱的时候，拿的还是儿子的银行卡。不是说他送给我吗？干嘛你拿钱呢？妈，没事儿，我跟他的钱都是在一块儿用的，一样。这不是还没结婚吗？我早就把她当我老婆了，就是差个程序问题。原来李杰是个恋爱脑，别人都是男人赚了钱上交给老婆，他却每个月自觉把工资上交给男友杜江。不仅如此，就连两人一起买的房子都是写的杜江的名字。李杰的母亲对此非常不满，担心女儿被骗得人财两空。可李杰却不以为然，说他跟杜江谈了5年恋爱，彼此的感情十分稳定，而且最近两人也已经准备领证了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然而李杰做梦都想不到，自己对男友的一片赤诚之心，有一天竟会被他人当作利剑刺向自己。这天晚上，张丽君趁着李杰进屋休息，来到杜江身旁，扭扭捏捏地说老家那边有个亲戚出了意外，急需用钱，想先向杜江借5000块。杜江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，这让张丽君感动之余又多了几分愧疚。原来张丽君跟杜江母子相认才没几天，杜江小的时候因为跟母亲走散成了孤儿，是在福利院里长大的。好在成年后靠着自己的拼搏，有了现在的生活以及一个漂亮的女友，但在他的心里从未放弃过寻找母亲的念头。于是在李杰的支持下，杜江将自己的 DNA 录入了全国寻亲血库中，而没过多久就有了惊人的回报。在他跟李杰选婚纱这天，他意外接到一通电话，说血库那边有人的 DNA 跟他对上了。激动万分的杜江立马赶去和母亲张丽君见面，在做过亲子鉴定后，两人最终确认了母子关系。双喜临门，杜江立刻将母亲接到城里跟女友一起居住。李杰跟杜江虽然还没结婚，但也把张丽君当亲生母亲对待。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个决定竟会是一切悲剧的开始。从大儿子杜江那里拿到5000块后，张丽君立马奔向小儿子那里。原来他口中的亲戚竟然就是杜江同母异父的弟弟张大华。张大华嗜酒好赌，打小除了好事什么事都做。最近他老婆生了孩子，而他又欠了一屁股赌债，正愁没地方躲。恰好听说母亲最近给他认了一个有钱的哥哥，所以就带着妻儿追到城里来。对于这个不争气的小儿子，张丽君是既愤怒又无奈。他不忍张大华一家3口挨饿，所以才厚着脸皮向刚刚相认的杜江开口要钱。张丽君以为张大华拿了这5000块就能老老实实回老家，谁知道还没过2天，张大华又来找他要钱，说是钱又输光了。张丽君得知后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啊你！妈，没事，我没用没事，您不是还有个有用的吗？让哥再给点不就成了？啊，你以为你哥是大款呐？啊，你说天底下哪有我这个当妈的？我都坏到极点了，我还骗自己儿子的钱，你说我怎么管他要？妈，这怎么叫骗呢？啊，那儿子给妈钱那天经地义的事儿，我以后要有钱了，我全给你。经不住小儿子的软磨硬泡，张丽君答应再去找大儿子要钱，而不知实情的杜江又十分爽快地同意了，并要李杰带着母亲去取钱。张丽君本打算把钱交给张大华后就回乡，却不料他走进宾馆的一幕被李杰给看见了。李杰当下起了疑心，便跟了上去，躲在门后偷偷查看。他并不认识张大华，但还是把这件事告诉给了杜江。杜江知道后心里十分恼火，他不在乎母亲拿了他多少钱，他只恨母亲不敢跟他说实话，没把他当亲人。张丽君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最终将张大华赌博欠人钱的事说了出来。得知自己有个赌徒弟弟后，杜江和李杰既失望又愤怒。张丽君则向杜江保证，张大华以后不会再赌的。阿姨，这赌徒的话能信吗？你把钱一给他，他转身又会去赌的。我儿子不是那种人。杜江，你不要怪你弟弟，你要怪你就怪我。你看你弟弟从小跟我在一起，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，也没有机会上大学，所以找不着好工作。我让他以后改正，你相信吗？啊！母亲的话让杜江更失望了。弟弟从小跟着你没有好日子过，那我在福利院里就有好日子过了吗？我知道你在弟弟身上花了不少心思，但我也是你的儿子，你不能这么偏心的呀。杜江，
就当这些钱是妈找你要的。我知道我对你没有养育之恩，可至少我对你有生育之恩吧。你就当拿这些钱报答我的这些恩情。你的意思是让我拿这些钱来买断咱们之间的亲情？可我真的不能不管你弟弟啊！杜江闻言顿觉心寒不已，带着巨大的失望离开了。张丽君事后也觉得自己说的话的确伤人心，又想着他要是还在城里，小儿子就会一直纠缠不休，于是一咬牙便带着张大华一起回了老家。母亲离开的那一刹那，杜江心里有些难受，毕竟自己跟他才相认不久，还没好好相处过就又分开了，于是便合计着等自己结婚的时候再把母亲接上来住。可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一别竟会是永别。李杰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去外地出差一天，因为杜江老有忘关火的毛病，所以临走前特意叮嘱杜江睡前要检查一下门窗水电。杜江满口答应，但最让李杰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李杰就发现杜江的电话打不通，心里总有不祥的预感。而回到家刚一打开门，果然就闻到了浓浓的煤气味。李杰立刻跑到厨房关掉煤气，并打开门窗通风，紧跟着就开始呼喊杜江。最终在卧室里发现了倒在地上的杜江，李杰立刻拨打了120，可终究还是没能挽回杜江的生命。未婚夫的死给了李杰沉重的打击，母亲想让他好好休息一下，可坚强的李杰强忍着悲痛，亲自处理杜江的后事。张丽君一听到大儿子的死讯，也急忙带着小儿子一家来给杜江送行。李杰一个劲儿地给张丽君道歉，可张丽君非但不接受，还反过来责骂李杰没有照顾好他儿子。李杰见状越发自责，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他震惊了。杜江的上司带来了公司的慰问金，张大华一看到钱，眼睛立马直了起来，抢在李杰前面把钱收了下来。张大华丑陋的吃相让李杰一家感到气愤，但碍于这种场合，他们也不好发作。然而紧跟着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李杰彻底崩溃。张丽君和张大华竟在未通知李杰的情况下提前结束追悼会，并将杜江的遗体火化。李杰就这样错过了未婚夫的最后一面。你们怎么能背着我就把杜江的遗体火化了？我处理我儿子的后事儿，还要你同意吗？啊！但至少他是我的未婚夫啊，你们也应该通知我一声，让我见见他最后一面呢。他只是你未婚夫，又不是丈夫，能有亲妈的关系近？张家人的无情让李杰愤恨不已，可他怎么也料不到，这一家子人带给他的折磨才刚刚开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张丽君领着张大华一家3口拎着大包小包进了李杰的家里。李杰被这场面弄得一脸疑惑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当然是搬过来住了。来来，哎呀，哎呀，搬过来住啊？怎么啦？这房子本来就是我大哥留给我妈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妈当然得过来住了。哎，但是呢，我妈得帮着我们俩看孩子，所以我们俩就跟着过来了。啊，李杰说，这里总共就2间房，这么多人也住不下呀。然而这根本就难不倒厚颜无耻的张大华夫妇，床不够睡，我们睡沙发不就行了吗？李杰想让张丽君说一句公道话，可没想到张丽君一开口就站在儿子这边，李杰无奈只能妥协。可谁知张大华夫妇搬进来后是真没把自己当外人，看电视的时候不仅看得晚，还把声音开到最大，吵得李杰睡不着觉。李杰想出来喝止2人，却又看到张大华衣不遮体。大华，你在家里就不能把衣服穿好吗？好，我在家里边啊，就是习惯了不穿衣服嘛。就是啊，我都没说什么，你在旁边瞎说什么呀？又不是17、18岁小姑娘，没见过男人啊。哎，都这么晚了，你们看电视就不能小声点呢？这个可不行，我那耳朵不好使，声音小了我听不见。那你看不惯你就甭在这儿住啊！这本来就是我哥的房子，我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李杰一边承受失去杜江的痛苦，一边又要遭受张大华的折磨，崩溃的他无数次想将张大华一家赶出去，可看着杜江的遗照，他还是决定忍下去。但事实证明，
对付张大华这种无赖，你越忍耐，他就越得寸进尺。这天，李杰正在洗澡，张大华却突然急着解手，猛敲厕所门。李杰无奈，只能裹着浴巾打开了门，却不料张大华竟见色起意，准备对他毛手毛脚。没想到这一幕正好被他老婆撞见，张大华急忙谎称是李杰要勾引他。张大华老婆二话不说，直接给了李杰一巴掌。张丽君亲眼看着全过程，竟连一句公道话都不肯说。而最让李杰伤心的是，张丽君竟然还不同意将杜江葬在城里，非要把他葬在陌生的老家，为的不过是省下一点钱。一听说这是张大华的主意，李杰是气恨难平，可又无可奈何。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，却让他的忍耐达到了极限。这天，李杰正准备取钱，可连输了几次都是密码错误。询问客服后才知道卡已经被冻结了。李杰当即反应过来，这卡是杜江的，一定是张丽君冻结的，便想回家找张丽君对峙，却没想到家里的门锁竟然也被换了，而且他们甚至连他的行李也都收拾好了，看架势是要把他赶出自己家了呀。李杰忍无可忍，房子是我跟杜江一起买的婚房，我凭什么要搬出去？而且银行卡里也有我的积蓄，你们又有什么权利冻结？你少唬我们了啊！我找朋友问过，啊，只要是我哥的东西，都是我妈的，因为我妈是唯一继承人。别说是钱了，就是这房子吧，哼，也是我妈的。这房子也是当年我和杜江一起买的，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？你说你跟我大哥一块买的，那房产证上怎么就没你的名字呀？我跟你说，你别打这房子主意，这房子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赶紧拿行李走人，走。李杰就这样被张大华一家赶了出去。张丽君觉得这样做有些过分了，可她早已控制不住自己这个小儿子了。李杰的父母知道女儿受到这种委屈，顿时气得跳脚，当即找到张丽君，将她劈头盖脸痛骂了一顿，还放下狠话。房产证上虽然没有李杰的名字，但银行那边每个月都有李杰还房贷的记录。如果张丽君一家硬来，他们随时都可以告上法庭，看谁胜算大。一听要打官司，张丽君顿时害怕不已。他让李杰父母再给他一点时间，他一定好好劝说张大华。但俗话说，狗改不了吃屎。张大华不仅将母亲留给他的物业费输个精光，听到李杰父母要把他们告上法庭后，竟还怂恿母亲把房子卖掉跑路。儿子，见好就收吧啊！你哥给你的好处够多的了。听妈话，咱回老家去啊，还像以前的生活，你说多好啊啊！不行，钱没到我手上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要回去你回去啊！此时的张大华已经彻底失控，但好在张丽君始终坚守底线，不肯将房子卖掉。然而他怎么也料不到，儿子当初用来对付李杰的手段，竟也分毫不差地用在了自己身上。张丽华就这样被亲生儿子赶出了家门，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，自己的这个小儿子就是个六亲不认的畜生。走投无路的张丽君只能找到李杰，将杜江银行卡里近几年存钱的单据交给了李杰。这个单据里详细记录了杜江在世的时候，李杰每个月将工资打到他卡里的明细。张丽君这么做就是希望李杰能通过法律的手段夺回他的房子。李杰随后又从银行那里调取了房贷还款明细以及他的工资证明。随着手上的各类证据越来越充分，李杰最终成功将张大华告上法庭。但因为李杰跟杜江没有领证，所以李杰只拿回了属于他的那部分房子和存款，剩下的属于杜江的那部分则由张丽君合法继承。经历这一系列变故后，张丽君对自己的小儿子彻底死心，她向李杰做出了真诚的道歉，并将所继承的全部遗产都还给李杰。李杰也承诺会将她当作亲婆婆来赡养，直至终老。